在婚恋市场上面有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叫做丁克，大家都听过吧？就是他们会选择结婚，但是这一辈子都不要孩子。丁克里面啊，大多数是女方居多。那什么理由啊？是怕生孩子呀，怕养不起孩子啊，不想让孩子遭罪等等。我呢是理解这个群体啊，但是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个群体里面那些反悔的人。所谓呢反悔的，他就不是丁克呀。今儿上午发生一个挺悲的事啊，我呢正在那工作着，给池子里王八和刺猬开会啊，最近看门不利啊。有个男士就联系我，跟我讲，他今年36岁。29岁的时候相亲认识一个姑娘，哎呀，人姑娘长得很好看，一眼就相中了。但这姑娘就跟他说了，自己丁克不会要孩子的，如果男方你同意，哎，我就跟你认识。男士呢当时就想着呀，反正我也不太喜欢孩子，不要就不要吧。于是呢他就答应这个姑娘了。两个人呢也是互相喜欢啊，认识了1个月左右呢就确认关系。恋爱生活真的很甜呀，交往了半年多啊，这男方又提出了想要结婚啊。这个时候呢女方也提出要求，说可以结婚，但是你男方必须要做结扎手术。当时那个局面啊，就是你不做手术，我是要跟你分手的。男方不愿意分嘛，想着呀，反正啊他也愿意丁克，那做就做吧。这手术呀做完了，身体就明显的感觉不舒服，难受了有1年多。这期间呢，这2个人呢也结婚了。婚后这父母就开始催生啊，这父母年龄大了，一心想要个孩子，被催的呀烦呐。周边的朋友陆续啊也都有了孩子，于是呀这女方就后悔了，跟男方提出啊想要做腹通手术，想要个孩子。2人呢就去了这医院，结果这医生说通不了，男方被诊断为永久性不孕。一开始这姑娘呢是陪着他到处看医生的，后来这姑娘就明显感觉出来啊，因为这事啊她不高兴。最后人家这姑娘做个什么事儿啊，在隐瞒婚史的情况之下，在网上某婚恋的这个 APP 上面发布了自己的征婚信息，说自己是离婚未育，但长得好看，想找个未婚的物质条件好的。后台啊就有很多的男士给他发信息啊，柳辉啊这女方的手机没带，这聊天信息就被男士给看到了，2个人大吵了一架呀。男方委屈啊，你要丁克，我都做了结扎了，结果呢你反悔，我却不能生了。女方呢就说你不能生，那只是你身体问题，结扎只是一个小手术，不是他影响的。上个月呢2个人离婚手续办完了，这个月女方呢就忙活着去相亲了。这不男方就跟我联系啊，人家说了前因后果，就咨询我说他这个情况再婚会有人接受他吗？听完呢我很直白的告诉他啊，确实不好找，想要孩子的人家不想找你，不想要孩子人家还想要身体健康的，这未婚的呢不找你离婚的，离婚没娃的人家想要生娃呀，就剩下离婚带娃的，还得看你甘不甘心了。这个男方听完了特别的后悔。我接触了很多的丁克啊，能真正坚持到最后的说实话不多，大多数都是婚后7、8年左右开始后悔的，35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集中后悔的特别多，男性后悔的居多啊。年轻的时候想丁克，觉得自己承受不了生孩子之后的一系列责任嘛，年龄越大越觉得自己需要有孩子作为精神寄托，所以啊80%的丁克最后都会后悔。如果呢你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丁克主义，你就不要去碰丁克这个群体，能后悔的啊那都不是真正丁克。另外呢丁克这个事情啊永远都是啊谁提出谁解决，你自己不上环不切输卵管，反而要别人给结扎，给自己留了退路却切断了别人的退路，这种人最自私的。这种例子都不在少数啊。前些日子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男方也是后悔丁克，这女方40多岁不能生了呀，他在外面找了个情人，生了个孩子，一纸诉状把前妻给告了，要离婚呢，理由是女方无法生育，感情不稳，性格不合。成年人你做什么重大决策之前要考虑好你自己能不能承担那些未知的后果。最后呢说句啊，丁克你千万别来找我找对象，一难啊，二事儿多，我得让王八把门给我看好喽，散会。在相亲这个圈里啊，你要是混久了，你就特别容易犯迷惑，你就想不明白有些人脑子是怎么想的。有一姐妹昨天相亲啊，带闺蜜去了，没成想人男方想找闺蜜了，嘿，找我哭有啥用？那么你活该的吗？昨晚有一对相亲男女啊，第一次见面，特别有意思啊。男方95年的，在银行上班啊，这姑娘是97年自己开了个奶茶店。这姑娘吧，相亲就特别不好意思，怕尴尬嘛，就喊了一闺蜜。人98年的小学老师啊，离去之前还现嘱咐闺蜜啊，别化妆，朴素一点。人闺蜜听了呀，穿了一身运动服去了，这不去没啥，一去，哎呦完蛋了。因为这姑娘特别爱吃料理嘛哈，这男士就找了一家很不错的东南亚菜馆。晚上7点多了，男士到的时候，这姑娘正好去了卫生间。哎呀，她来了就以为这闺蜜是相亲对象啊，一看人闺蜜穿着朴素也不化妆，和以往的相亲对象那完全不一样啊。哎呀，又清纯又好看，好感大增，这内心啊特别满意，赶紧上前自我介绍。这闺蜜一看，哎呀妈呀，这是搞错了啊，赶紧解释啊，自己是女方的朋友。这把男士给整得很尴尬。不一会儿这姑娘来了啊，就解释说呀，这闺蜜啊正好路过，就一起过来吃个饭，问她介不介意。人男士嘴上肯定说不介意啊，这心里啊指不定多少个草泥马过去呢。哎呀，这抬头一看呀，
相亲对象个子不高，化了个大浓妆，说话还有股社会风，远不如人家这闺蜜啊。后来这3人都想了，相亲嘛，都在桌前聊聊看看啊，忍一忍呐。点菜的时候，这相亲姑娘呀，呼哧一下都点了6个菜。闺蜜在旁边啊，就劝着，哎呀，少点点，吃完再要吧。这姑娘说没事没事啊，又点了这个店里的一些小吃和饮品。男士看了多少都觉得亏啊，带点火气啊。这姑娘呢，一开始啊，她就没看上男士，觉得男士打扮有点土，个子也不高，不是她喜欢类型。吃饭的时候的态度比较冷淡，不怎么说话。哎呀，还一个劲儿让闺蜜出面啊，没法，人闺蜜怕冷场啊，就跟男士在那唠嗑。结果2人是越聊越投机啊。这相亲姑娘她本身有点看不上这个男士，就没怎么搭理，一个劲儿的吃饭刷手机啊。偶尔呢就不跟男士聊聊，问他1个月工资多少钱，男士就说啊自己1个月到手8000。哎呀，这姑娘一听啊，就表达说啊自己20岁的时候就已经年入10万了。这话让男士啊都觉得是有点暗讽自己收入低啊，他就面特别下不来，就开始讨厌这相亲姑娘。人家闺蜜就很懂事啊，听了之后就打圆场，哎呀，说这事业单位啊，这工资虽然不高，但是人待遇好，对吧？这姑娘听了就怼过去啊，单位好有什么用啊？那赚的钱都不够生活费的，以后啊还得吃灰。说完之后又去玩手机去了。反正最后啊，这男士和这闺蜜聊天去了，相亲姑娘就没怎么搭理。结果2个人可能无意之间啊，就问起男方家里做什么的。人男方说啊，这父亲是做生意的，家里好几个商铺啊，等着要打理呢。这一句话啊，旁边的相亲姑娘两眼放光啊，和之前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特别的热情，赶紧打断呀，不让闺蜜和她聊天了。这要是给抢去了，那不完蛋了。中间就不断的插话，说自己的3观和男方，哎呀，很合适等等，可以互相再了解看看。男士就已经很反感她了啊，不怎么搭理，就跟这闺蜜聊的那是热火朝天的，整得这姑娘在中间老尴尬了。最后呢是吃的差不多了，男士记账，哎呀，这一结呀1000多块钱呀，虽然心里特别不愿意，但是面子搁那儿了哈，还是把钱付了。这姑娘的闺蜜啊就特别有眼力劲儿，看得出来这男方不愿意啊，就主动加了男士好友，给男士转了800块钱啊，说这第一次见面啊，3个人 AA 啊比较好。行了啊，2人加上好友了，这相亲姑娘就不愿意啊，就一个劲儿的把闺蜜往后扒了，不让她付钱。男士去开车了，一看是个宝马，哎呀，这相亲姑娘就特别的积极的要坐副驾，但男士不让闺蜜坐，把这姑娘给气的呀，就生气嘛，说有事我就不坐车了。男士是二话不说，一脚油门拉着闺蜜就走了，把这姑娘气得直跺脚啊！哎呀，半夜得11点了吧，给我打电话，一会儿说这闺蜜的不是，一会儿又说这男士的不是，一会儿又后悔，哎呀，怎么带闺蜜出来了？整的我是一点好脸色都没给哈！你说你自己势利眼就罢了，还埋怨别人，相亲带个闺蜜干啥呀？我看你脑子只装了个进水管，忘装排水管了吧？他说呀，哎呀，我也没想到这闺蜜能挖我墙角啊！我一听你可拉倒吧啊，能挖动你墙角，那说明你本身就是个豆腐渣。事已至此，你就别阻拦人家和你闺蜜发展了，对吧？成了，哎，送个大猪头给你，感谢你吧。有些人来相亲啊，你就是扯犊子。有一姑娘很坚定的丁克主义啊，来参加相亲会，埋怨别人怎么不接受。大姐，你给人断子绝孙，你让别人怎么接受啊？气得我是血压乱窜啊。有2天没发视频了，办相亲会去了，办了4场，忙得要命。今天上午呢是硕博专场相亲会，人不多。会上呢就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个女孩子今年28岁啊，身材高挑，很好看，就长得特别像那个高圆圆，是一个女医生。相亲会上面就有3位男士就特别喜欢她，跟她表白啊。有一个男士啊就很高，但是很瘦，这个女孩她不太喜欢瘦的，就拒绝了。还有2位男士啊，这姑娘觉得还行，哎，一位是牙科医生啊，共同话题也比较多；另一位呢是公务员，这工作好，人也挺帅，哎，同岁的。1号男嘉宾就比较浪漫啊，喜欢画大饼，有点像那个《非诚勿扰》那种场面，跟姑娘说呀，见你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了你，此生非你不娶。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你，就像我无法描述水是什么味道，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你，就像我需要水一样。哎呀，你听人这表白词啊，听的人是麻酥酥的呀。2号男嘉宾啊就比较务实一点，说自己会做饭，会打扫卫生，会疼人，会照顾人。你开心我就陪你啊，你不开心啊我就安慰你。你要不说你是来相亲的，哥们儿，我都以为你是来应聘养老院的呀。这姑娘听完了，哎呀，特别纠结啊。2位男士都挺好的呀，她就很想问一个问题，2位男士就争先恐后，特别期待。这姑娘酝酿了一下啊，来了句：“我这辈子不生孩子，你们接受吗？”真的那一瞬间，现场是哑口无言啊！我呀，又吃惊又纳闷啊，你这是要丁克吗？哎，他拿着话筒说：“对，我要丁克。我不喜欢孩子，我也不喜欢照顾孩子。在医院工作，这看了太多的生死离别，我也不希望我的人生太累。”还没等他说完，这1号男嘉宾啊就插话说：“不好意思，我接受不了。在我看来呀，有孩子才算完美，这丁克就是自私。”转身呢就走了。这姑娘当时就挺失落呀，转身呢这望向2号男嘉宾，她是很期待2号能够认可她的。这位男士就本着渡人渡己的精神，哎，先劝他，你可以先过2人世界，后面再考虑孩子嘛。
这孩子是希望生孩子人生才算完美，不生孩子现在舒服，老了会后悔的呀。结果这句话人女方听了直接很有意见啊，表示生不生那是自己的意愿，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互相尊重就好了，你不需要来劝我。行了，2号嘉宾啊，看自己说不通啊，他就不接受这样的人生观，转身就退场。女孩子有点懵了啊，而且还有点失落。散会的时候呢，这姑娘就找我，她说特别想不明白啊，喜欢我不应该包容我的想法吗？听得我也是特别无语啊，妹妹，你是丁克呀，你要给人断子绝孙的呀。我问她你是真想丁克还是暂时的？她说是真的想，她觉得孩子是负担，生出来自己又抚养不好，她觉得有罪，她也不希望自己的人生啊过得太辛苦。哎呀，姑娘，我也挺认同你的想法，我觉得你想法很好，活着终究是为自己负责，只要不是一时的情绪输出啊，那啥决定都是你的事儿。但你丁克，你不能强迫去喜欢你的人接受你的观点吧？你可以找个愿意丁克的人再谈感情啊，但是你不能找个不想丁克的，就因为爱你，所以你要人家丁克。哎呀，这事就反了。就好像你想找个有车有房年入几百万的，没问题，但你需要找到已经有这个条件的人去爱你，愿意娶你，而不是你跟穷小子谈恋爱了，你就逼着他去给你买车买房，再给你几百万，这是一样的。就这样式的，谈了一半啊，爱你爱的死去活来了。哎呀妈呀，你跟人说要丁克，给人断子绝孙啊，人家祖宗啊都得刨坟爬出来找你算账，是这个理不？哎呀，相亲市场上有些姑奶奶，你真的能让我们给气死啊！着急的是你，慢热的是你，要条件好的也是你，又嫌弃没眼缘的还是你。你说说你咋事儿这么多呢啊？有些姑娘在移动上班，一个月3、5千块钱，36岁了，我喊声姐没毛病了啊。应该是5、6月份来找我介绍对象，跟我说呀，特别着急啊，要不结婚啊，这生孩子都高危了。说自己不挑了，这个男人好就行，要求也不高，有房子有贷款也都接受，工作稳定就可以。我就记得当时那个月啊，我给他介绍了一个男士，比他小了2岁，人家呢也不嫌他年龄大，市中心有房子还是全款，工作也稳定，年收入还不低嘞，一个月能有个10000把块钱。这条件配这姑娘，我绝对是绰绰有余了啊！就是男士啊个子矮点，不太好找对象，人要好找，他也不找这姑娘，对吧？他一看男士的条件就特别愿意，觉得男方啊条件好啊。介绍没2天，两人就见了个面，男方为表示诚意，还请他去了一家高档的西餐厅啊，花了不少钱。哎呀，这回去之后啊，这2人给我的反馈都挺好，觉得可以发展看看。这平常2人上班都比较忙，就微信联系，只有周末能约出来见个面。就这么认识了2个多月，男方表白了啊，哎呀，没成想他给拒绝了呀，理由是自己是慢热型的啊，要了解看看。哎呀，人男方等不及了，觉得这2人啊都是要奔4的人了，哪有时间去追你，还要了解看看，直接就不联系这姑娘了。他就有些气急败坏来找我，说这个男士啊没耐心，靠不住。哎呀，咱这心里窝着火呢啊，着急的是你，慢热的也是你，你到底是咋想的？他和我说呀，觉得这个男士啊有点太矮了，自己心里不太能接受。我说你不接受怎么不早拒绝呀？他又说呀，怕拒绝了这个条件的，再找不到这么好的了。行了，啥也别说了啊，去医院吸了个氧。上个月我又嘚嘚瑟瑟的给他介绍了一位离异未育，35岁，比他小1岁。男方呢也是觉得自己是离婚的啊，不太敢找着条件好的，愿意跟他认识一下。小伙子1.8米的身高，性格也温和，自己开店啊，也是有车有房，条件真的没得挑。哎呀，这姑奶奶当时听了就很满意啊，结果2人见面之后，这态度又越来越不积极，约他呀总是有忙不完的事。你问他，你给个痛快话，是不是不喜欢男方？他又说男方人还行，挺喜欢。就这么2人认识了有1个多月啊，人男方呢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他又给人拒绝了，说再相处看看。人男方慢慢的没了耐心啊，也不联系他了，他又过来找我啊，说男方目的性太强了，太着急了。哎呀，气得我呀！你不是说条件合适的，你闪婚都愿意吗？他说是呀，男方条件虽然可以，但是一想到男方是离婚的，他就接受不了。那一瞬间啊，咱是无话可说了。哎呀，你快去找其他的媒人给问问吧，我这是帮不了你的。他跟我说啊，其他的媒人资源都不好，而且不给他介绍。最后呢，我也是找了个理由啊，把这个事情给推过去了。今天中午又给我打电话了，说家里人又开始催婚了，他又着急了，压力太大了，希望我能再给他找找。最后的最后，我是直接给他拒绝了，真的啊，没法伺候了。很多啊，这相亲的姑奶奶啊，你们能谈就好好谈，不能谈就拉倒。你嘴上说着相亲，想着今天就嫁人，实际上见了那么多了，还是嫌这儿嫌那儿，就是一副冷淡、不拒绝、不接受的态度。跟你们相亲啊，那过程就像极了孙猴子护送唐僧取经啊，你都不知道你下一个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如果你都在这个年龄了还没有成长，那大龄它就是一记暴杀，还不如那些年轻女孩子，虽然幼稚，但人呢胶原蛋白多呀。你们要再这么挑啊，我感觉啊，我都得早点开个养老院。哎呀，组团养老，我瞅着一定能火。
哎呀，我跟你们讲啊，相亲这事挺折磨人的。哎呀，那是够够的了。有一对男女相亲半年就黄了，我那心啊老堵了。男方今年是30岁，国企做管理的；女方今年28岁啊，大专幼师。两人在年初的时候认识，相亲1个月之后啊，两人就很快在一起了。上个月呢，两人谈了有半年多了啊，这双方啊也都见过父母了。男方就提出呀，想11订婚，年底结婚。但这姑娘就觉得呀，谈了半年就开始订婚啊，那太快了吧，说什么也不同意。这话一出啊，把男士给气的呀！我都30了，你也不小了，家里都等着结婚呢，咋还得考察呀？这男士就着急啊！你要觉得咱俩不合适结婚啊，那咱们就分手嘛。这人家姑娘一听啊，我不分，哎，觉得两人合适的很，只是自己还没想好。男士就想不明白了啊，这合适怎么就不结婚呢啊？问他什么时候能够考虑好。这姑娘说再谈个1年左右的。男士一听啊，就来了脾气啊！这1年过去，娃都应该出来了，你才跟我说结婚啊？觉得呀，这女方就是在吊着他，既然没的诚意，那咱就不谈了嘛，直接把这姑娘给拉黑了。哎呀，这一操作，姑娘直接懵了啊，急了呀！哎呀，难得找个条件好的，这还得跑了呀，找不着人了，就来找我告状啊！哔哩哔哩一顿讲。哎呀，我反正每天啊，不是在牵线路上，就是在劝架的路上。我问这姑娘为什么要等1年的时间啊？她说感觉自己确实不是很喜欢这个男士啊，怕自己结了婚后悔嘛。哎呀，这话给我整的也不明白了啊！不喜欢为什么要答应人家？他给的理由是这么说的：男方的物质条件可以满足他所有的择偶期待，但是对方的身高、颜值和性格等等都不算对他很有吸引力啊。当时决定在一起啊，一是家里催婚压力大，二是对未来很迷茫，不确定自己再错过还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最重要的一点啊，是男方是独生子，工作体面，有房子还是全款，父母都是高知家庭，对他未来带孩子是很有帮助的。哎，权衡利弊之后啊，才同意的。我这一听啊，这不就是经典的看上条件了没看上人吗？我好心劝他，我说你要是不喜欢这个男士啊，你为了条件逼迫自己跟他结婚啊，婚后你也不会很开心的。他和我说呀，自己马上29岁了，想在工作这个城市里定下来，只能找个本地人结婚，而这个男士的条件是最合适的。男士听完就说呀，这半年这姑娘几乎从来不主动关心他啊，也不问候他，甚至跟这姑娘拥抱都觉得很陌生啊。和他说点自己的事情啊，对方都会很反感。我爱他，但是他并不爱我，我不想和他在一起了。反正我也没劝和，俩人这么分了啊。哎，不该我事啊。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老师啊，结婚到底是合适重要还是喜欢重要？你选人结婚啊，门当户对，互相喜欢是走进婚姻的基础条件，所以合适和喜欢一定是并存的。退而求其次，不看条件，你也找个自己喜欢的人。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啊，风都是甜的。如果见面3次你依然不喜欢，那就果断放弃，后面你是不可能喜欢的。对方不喜欢你，对你爱答不理啊，没有被关心的感觉，你也要放弃。干嘛跟一个连关系都不愿意给你的人？你的爱就很廉价吗？另外啊，条件合不合适啊，不是看对方的，而是看你自己。你月薪3000想找个月薪2万的，你永远都遇不到合适的。你找个月薪6000的，自己还蛮喜欢的，就相处看看，不要总问，哎呀，为什么我遇到的要么就是喜欢的条件不好的，要么就是条件好的不喜欢的？那是因为你遇到的太少，或者是择偶要求太高了，非得在这几个人上靠着吗？当你找到一个还蛮喜欢的，条件也差不多的人啊，就去相处一段时间看看，你要看看自己是否能够接受他的性格脾气，对方是否能够控制好情绪去解决问题。对于那些动不动就吵架，冷战不反思自己，总指责别人，不愿意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人啊，是不适合结婚的。婚后你也会过得一地鸡毛，离婚是早晚的事情。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不要随便去找个差不多的人就行。不幸的婚姻啊，消磨了爱情，还会让双方啊都身心疲惫。花了那么多钱都结婚了，还娶个不情不愿的，这样的婚姻啊，还真的不如不结呢。老阿姨，我从事这么多年的婚恋行业啊，今天一次性给你们唠明白啊，相亲圈里是有一些默认的规定的，不会相亲的好好看啊，以后呢我不会再讲了。哎，长话短说，咱们来好好听。相亲1个月还搞不定对方的呀，这1年啊你也搞不定了啊，该下一个就抓紧下一个，不排除真的慢热，但是最多不要超过2个月。俩人刚开始加微信啊，这个聊天不宜过长，2到3天最多，抓紧见面。见面之后呢，对方对你如果爱答不理，聊天呢也不热情，基本呢那就凉凉了，人家就是不喜欢你，不用猜啊。没见面之前的聊天啊，聊得越好越没有用，你喊宝贝都没有用，早点约出来见面啊，看对方是否会因为你的长相和感觉啊把你给 pass 掉了。相亲啊，不要傻呵呵的去问人家，哎呀，你喜不喜欢我？你对我感觉怎么样啊？对方喜不喜欢你？多问问自己，你和他约会了几次？他给你回复信息的速度，见面呢是否让你牵手？身体啊比语言更加诚实的。相亲啊，尽量少说话，多听听。对方说什么你认可尊重就可以了，千万别反驳啊。
男人呢一定要避免夸夸其谈，一味的去夸赞自己，对吧？要尽量的含蓄低调。女人呢尽量去避免一上来就问男人，哎，你家有车有房没有？这些物质条件。男人要礼貌举止得体，女人要懂得给男人面子。相亲见面呀，这个洒脱自然一点，不要去想那些结果，越紧张越客气，这事就越慌。结果无所谓，不成啊，咱有下一位嘛。相亲对象如果长相、经济条件都比较好，但是超过30多岁了还是未婚的，一般呢都是比较挑剔，是有原因的啊。高不成低不就，实际条件和他们在一个水平的对象啊，往往入不了他们的眼。男人呢，你如果条件在中等偏上，给你个建议啊，最好是选择长相过得去，但是头脑要清楚，言谈得体，有礼貌，情商较高的女人，不要只看脸了。女人呢说的没感觉啊，不是你为人不好，而是你外表长相、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文化程度和社交能力啊，各项指标都不咋地。女人呢也是看脸的啊，而且比你想象当中呢还要重要，基本都是属于看颜值的。尽量让自己的颜值啊最大化，提升自己的衣品。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它真的可以决定90%的成功率。男人身上一定要香一香，可以增加很多的好感，男人魅力值。我给你们推荐一款淡香水型的赫恩冷水沐浴露啊，薄荷加冰块，还掺杂着蓝风铃的花香，那女人心中的这个理想初恋白月光啊，就这味道。相亲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坐在女生对面，身上还有着薄荷和蓝风铃的清香香味啊，随着体温散发呀，哎呀，那种若隐若现的味道，直接就可以把女生给拿捏的死死的。特别是在点餐的时候啊，拿着菜单呀给她看，或者是拉近一点距离啊，看吃哪一个的时候，这清香能够让对方的荷尔蒙直接冲头啊，好感度不唰的一下就起来了吗？姑娘整天要求的阳光少年啊，这不就出来了吗？好感度直接拉满。气味好闻呢，桃花运才会更旺啊。男生后背不是很容易长螨虫痘这些吗？这款沐浴露啊，它的清洁效果是有权威认证的，一瓶直接满足男生对清洁、除味和除香的3大需求。用上这个不仅能加快荷尔蒙的散发，在相亲市场上还更受欢迎，还能让你的皮肤呀更加顺滑。他家呢还有舞者和极地2款。舞者呢是花果香，会让人很容易的联想到活力、爱笑、性格很好的男性啊。极地这一款呢是淡淡的古龙香，一闻呢你就知道是成熟男人的魅力。如果相亲啊，我是建议你啊，冷水香和古龙香一起入手，不同场合你都能用得上，也可以啊替换使用。每一次见面啊都有不同的小惊喜，优惠券啊给你放在评论区了，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下手，然后约会或者相亲的时候啊洗一洗啊再出去。男女最佳的结婚年龄啊，基本都是在25到30岁，城市越偏远啊，结婚年龄都会越早。无论男女，如果你经济实力和长相一般，年纪大了都会很难找对象的。所以相亲趁早不趁晚啊，不要对自己的车房收入啊遮遮掩掩。相亲市场上不要去考验对方，有车有房就明说，年收入可以保守一点，但是不要相差太大。明码标价是相亲市场上的操守。不要让对方知道你是长期频繁去相亲，甚至相亲过很多次，这就意味着你的价值是比较低的。相亲市场呢拼的是心态，本质上呢是在比谁的短板少。相亲市场上的顶层都是一些事业有成的大叔和养眼的年轻姑娘，其他人呢多少都是有着自己的短板。入场之前先给自己打个评分，然后呢心态放平，做好随时被嫌弃的心理准备。最后送大家一句啊，这个市场上面爱而不得是常态，不要总是因为失败而难过，大家都一样的。今天我去给男方家提亲了，哎呦，老堵心了啊！刚回来，哎呀，那个气人呐！人女方父母当场提出要彩礼16.8万，这个5金啊，不是3金啊，6万，改口费1万，还有其他各种上门礼单等等。另外呢，要办2场婚礼啊，而且都是男方承担费用。再给女方呀购买一辆高档轿车，不能低于30万，反正杂七杂八加起来一共将近80万。男方当时就已经呆住了，这完全不能接受啊！你这不是宰人吗？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上班族，那父母也都是普通人啊，攒了一辈子的钱，给自己好不容易买了个房子，和女友呢是谈恋爱6年呀，是1分存款也没攒下，根本就拿不出这80万呢。女方妈妈语气特别强硬。男人娶老婆花钱的都是天经地义啊！我女儿人好看，又年轻又在事业单位，那别人有的他也要有。我当时在现场，哎呀，听完那些要求啊，说实话啊，我都愣住了，真的，王八都不敢想那些事儿啊。我就问这个女方妈妈，你自己是做家政的，一个月赚5000，你这干了有快20年了，咱就不算上通货膨胀，你攒了有多少钱啊？
那大叔呢是做瓦工的，你就算天天有活干，一天300，这20年你又攒了有多少钱？你让一个刚毕业2年、工作刚稳定的人呢，全家勒紧裤腰带给他买了房子，还要掏空家底，甚至举家外债，拿这么多钱娶你女儿吗？你觉得现实吗？人女方妈妈啊，真的大言不惭说，我们要是有儿子啊，那别说80万，就100万我们也得娶。你没钱那是你本事大小的事情。我问他，你觉得有多少人能够拿出这80万呢？你女儿今年28岁了，咱说点现实的，如果一旦分手的话，对她来说是不是一种打击啊？咱都说呀，宁拆女做庙，不毁一桩婚呢，你这要求确实有点过分了。他绕开我的问题啊，就一直在这举例子啊，我们那一起干活的人闺女都家里有3套房子的，光月租1个月都收了1万多。我就反听这些话啊。之前呀，还有个说我们家村里这个寡妇啊，嫁人彩礼都要20万的。你这说话的逻辑它是有毛病的。你羡慕，那你就去找有钱的，你干嘛找个没钱的，非得要跟人要钱呢？他妈倒是挺伶牙俐齿啊，你说什么他都能给你怼回来。男方这边的意思说呀，自己可以想办法拿出30万来结婚。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人女方父亲啊一直不咋说话，突然也从沙发起来，唰一下站起来了，也没打招呼啊，开门就走了。那可能气的啊，就剩他妈妈在这说30万这年头能干什么？人家呀彩礼啊多少一张口就要30万的，我们已经呀让步了。我就问女方，那咱陪嫁的礼单有什么？按照习俗来讲的话，这车应该是女方陪嫁过来吧。刚说完这一句啊，他又打断我，人家有本事的男人还有女人买车吗？现在娶媳妇都困难，男方出车出房的太多了，别人能出你们也要出，反正啊你们要在现场啊能被女方家里人能给呛死。那姑娘呢是全程都不怎么说话啊，反正就听她爸妈的。商讨到最后啊，女方呢也愿意退一步，女方家这边的婚礼他们自己承担，车子可以买到20万，这样呢只需要男方这承担50万就可以了，其他都不让。听完呀，这男方直接起身啊，你这事搁谁身上谁都生气吧，50万你当50块的。男方直接说这婚我不结了，谁爱娶谁就娶，摔门就走了。把我自己扔在那儿，我是很尴尬啊。就这样，两人的爱情没有败给6年的感情，却败给了一场订婚。突然之间我就特别感慨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人都不愿意结婚啊？这结婚它本来就是一件喜事，你看古人说的天成佳偶是知音啊，共苦同甘不变心，花烛洞房亲接吻，春宵一刻胜千金啊。但现在呢，大家都被生活整得灰头土脸，还想着办法尽可能的努力赚钱养家，起床挤地铁，上班加班，点外卖回家睡觉，日复一日的领工资，还着房贷，然后结婚生娃，好不容易抚养娃长大之后，又循环我们这样的生活，直到死去。带花园和带泳池的大房子你不用排队的医院呀，良好的教育和社会福利这些普通人他几乎是不可能体会到的。因为被生活压榨，所以总是寄希望有那么一个人懂你的不易，关心理解。当你发现连这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最后只剩下了苟延残喘的活着。很多人问我婚姻里面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是爱情，而是生活，互相理解，互相包容，那才是好的感情不容易，不要一点点亲手去毁了它。时光飞逝嗖一下又到了新的一年呀。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相亲成功的故事。别再问我是不是童话故事这现实生活中朴实一些的爱情故事那还是有很多的呀。去年我给一个小伙介绍对象他是92年的，个子不高，也就最多170吧。高中一毕业呢，就去新疆当了兵，这部队一待就是10年。家是农村的，父母赶集做点小买卖，在城里给他买了一套小房子。给他介绍对象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困难的。很多姑娘都会觉得他要么个子矮要么就长得没有眼缘，甚至连面都不见就直接拒绝了。这去年夏天他休假回来嘛，给他介绍了一位94年的姑娘，终成眷属。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看我视频的你们没事千万别给人搓冷了说媒这年头说媒不是被累死就是被气死。想想我都觉得特别好笑这上个月呢，我撮合了一对单身男女男士是91年的大专，国企上班，年薪在10万左右吧。这个姑娘呢是93年的大专，在私企做文员的，年薪在6万左右。两人刚见面，他们就觉得很合适就说要相处看看每天呢也是聊天呀、视频通话都很甜蜜，话题很暧昧，隔几天呢就见个面，彼此心意都已经表明确了这个男士也想着等疫情这个结束好一些的时候就去跟姑娘表白。这月初这个疫情不是放开了吗？阳的人他就越来越多。这姑娘单位里陆续好多人都发烧了，他就害怕自己这个得了之后怎么难受
他就和男士说呀，现在啊外面都是一药难求啊，自己啊怎么也没买到药，万一再发烧啥的怎么办？男士听完呀就说呀，哎呀，我这里有药啊，我给你送过去吧，顺带呢请姑娘出来吃了个饭，就上周末嘛，精心打扮了一下就去赴约了。刚见面，两人聊得都特别开心啊，互相夸对方人好，还约好元旦一起出去啊旅游。饭后两个人就去公园里散步，散步途中呢，男士还主动牵了女士的手啊，两人呢就这么溜达散步了快2个小时。男士就送这个姑娘呀回家，在路上呀，男士拿出了一盒布洛芬啊，说现在啊到处都没得卖了，强调这药啊只能发烧、全身疼的时候吃。姑娘还特别感动的就抱了一下男士，说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还会给我送药，你对我真的是太好了。姑娘还感动的回去啊，给这个药拍了个照片，发了个朋友圈嘛，说感谢遇到你。嘿嘿，这前天啊，这姑娘还真发烧了啊，赶紧的多喝水啊，找药吃，就拿起布洛芬呢，打开盒子一看，里面就一板，而且这一板还被抠了很多，就剩了4粒了。姑娘看了的是越想越气啊，觉得自己难道连一盒完整的这个药都不配吗？当时啊，因为发病啊，也没有跟这个男士过多的去沟通，吃了药之后啊，就赶紧休息了。这几天啊，这个男士啊发信息他也不回，想着呢自己好多了，就给男士啊打电话过去质问，为什么给我吃剩下的药？亏我自己当时还很感动，以为你有多喜欢我。这男士听了就赶忙解释啊，我自己也没有买到药，这个布洛芬还是之前家里剩的啊，里面呢还剩了7粒，我自己就留了3个，给你送了4个。姑娘听了就觉得特别好笑啊，对待自己的态度竟然是这样，让我吃剩下的布洛芬。男士听了也不愿意了啊，说自己留下的还没有给你的多，我不能把我的全给你吧，那我生病了没人管我，我就没药吃了呀。于是啊，这两人呢是一人一句啊吵起来了。女方的辩论观点啊是，你喜欢我，想跟我结婚啊，你就应该关心我，给我1整盒的布洛芬，而不是应该啊让我吃剩下的，让我觉得你压根就不珍惜啊。男方的辩论观点，药是治病了，多了也没有用，自己留下呢也是以防万一啊自己生病的，这是情理之中啊。女方这人太自私了。于是啊，这俩人就争吵啊，情绪没有控制住。男士啊就说了这姑娘一句啊，这个不识好歹。于是这姑娘就特别生气啊，也骂了男士啊这个一家。最终呢，两人啊都给我打电话啊，跟我说呀处不下去了。我听完也是特别无语啊，血压搓上不去，直接往上掉了。我劝他们，我说各自啊换位思考一下，互相理解。但这两人不听啊，就互不退让，非说对方呀算计太深。这个姑娘就说呀，这不是布洛芬的问题，而是两人如果结婚了，那是一辈子的问题。这个男人啊太自私了，这4粒药怎么好意思送得出去？最关键的是还把我给骂了，这个事啊坚决忍不了。男士说呀，这也不是药的问题，而是女方人品的问题。他怎么不问问我有没有药呢？他说我骂他，他把我全家都骂了一个遍。哎呀，听到这儿，说实话我真的已经劝不动了。既然两位啊都还没有谈，那就好合好散吧。一盒布洛芬啊都闹成这样，以后的日子那不得天天打呀？想想我都笑了，都是布洛芬惹的祸。大家觉得这事儿谁对谁错？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相亲成功的故事啊，拯救一下那些听我视频比较迷茫的心灵们啊。上午呢有一对情侣啊来给我们这个送喜糖，他们上个周是刚刚领了结婚证啊，婚期定在了下个月。跟他们聊了一些之后啊，我还是有很多感慨的，就是幸福一定见到面。一直到解封呢，两人才算见了第2次面。这次啊，男士啊说什么邀请这个姑娘去个体面点的饭店，俩人就定了去吃西餐。那天呢，这个男士先到，这姑娘是后到的。人姑娘刚坐下呢，就从旁边的手提袋里拿出了6根麻花，跟男士说呀，我在路上看到有卖的，我记得你特别爱吃，我就给你带了一些。就那一瞬间啊，男士就觉得呀，这一辈子一定要跟这个姑娘在一起。一见钟情，怦然心动，但却有着往后余生细水流年。我跟你们说呀，狗血往往是来源于生活的，你们不要不信啊，这生活可比那电视剧精彩的多。曾经我也很单纯啊，看到电视剧我都觉得，哎呀，这讲的太离谱了吧。自从做了婚恋这个行业，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之后啊，咨询过各种电视剧都不敢拍的故事啊，我才知道啊，生活啊根本就不是那么简单。有一位男士联系我呀，87年的，毕业之后就去了深圳打工。好在呢，这个人呢是能吃苦也能受累，脑袋也聪明。做生意这几年啊攒了几百万，交了首付，买了房子，也买上了个奔驰车。想着呀，人生基本都稳定了，那就图个老婆孩子热炕头吧。去年呢，朋友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啊，92年的，身高在不算高啊，155左右。长相呢，这男士说呀，不算他很有眼缘的类型，在私企啊是做策划的。这个外地人啊，年薪啊在深圳本地啊是10万左右。
两人第一次见面吃饭呀，这姑娘就主动啊给男士夹菜，关心他呀工作累不累，说话呢也是积极互动，带动话题啊。吃完饭呢还积极的去付钱，说话有礼貌，做事是大体啊，就是情商很高啊，比较会拿捏男人的心理。男士回忆起刚认识的时候啊，确实被他的热情和主动啊带动起来了。因为自己一直工作嘛，也曾经因为没有房子赚得少，被其他姑娘冷眼相待过。他又觉得这个姑娘人真的很好啊，就有些心动。在后面1个多月的相处啊，这姑娘就特别的主动热情，亲自啊上门给他做饭，给男士啊收拾房间。这个男士心里也特别满足嘛，觉得有这么一个明事理啊，就又懂事的姑娘照顾自己啊，一辈子啊，他真的值了。就这样呢，两人很快啊就确认恋爱关系。6月份呢，很快见了双方父母，9月份就定了亲，领了结婚证，彩礼啊给了女方20万加一套深圳的单身公寓，这准备啊明年3月份啊春暖花开的时候结婚。原本这是一个很幸福的故事啊，但是没成想啊，这个月初呢，男士啊就帮这个女士拿包啊，无意之间在包里呢发现医院的记录本，虽然医生的字体啊属于暗码啊，一般人看不懂，但是他看到了生育1个的字。他就找到学医的同学问呢，才知道女方生过孩子。那一瞬间他就觉得自己呢是天旋地转的，不敢相信电视剧里才有的故事怎么就上自己身上了呢？他去找这个姑娘确认啊，最后人家姑娘就哭着跟他解释说呀，自己确实跟前任生了一个男孩，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啊没有办法才分手，孩子呢也是因为自己能力差养不起才给男方的。总之啊，就是未婚生子啊，他是被迫的，不是故意的。然后梨花带雨啊，又说着自己的委屈不容易，是一名受害者，说自己啊离不开男士，说孩子啊他以后也不会再联系了，我们以后啊还可以生个孩子啊等等，以后啊都会很幸福的。这男士啊听着他就心软了呀，觉得这姑娘哎呀也不容易，可自己又不想去当后爸，因为以他的条件啊，完全可以找个未婚的组建家庭生个孩子。最后这个姑娘呀是主动啊搬出男士家。说如果离婚的话，彩礼钱全退啊，也不会为难你。听到这儿啊，男士都特别痛苦啊，觉得好不容易走到现在，两人都领了结婚证，离了那都是2婚了呀，要不就这么过下去吧。可他心里啊，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哎呀，说实话，听他在电话里啊嚎啕大哭，我真的是有些于心不忍。但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啊，有孩子本身啊不是问题，隐瞒才是问题。为什么相亲的时候不说，结婚前不说，不发现你不说？因为他觉得说出来啊，男士肯定不会同意，肯定不会和他在一起啊。以他未婚生子的身份，找离异的不甘心，找条件好的未婚的找不到。从一开始啊，这就是一个圈套，这就是一个算计。东窗事发，打着爱的旗号，厚颜哭自己是受害者，真的是可怜又可恨呐。对男士来说，新婚1个月莫名当了后爸，让谁摊上都觉得是一只苍蝇进了喉咙里啊。大家觉得如果是你遇到这个事情，你会怎么办？最后奉劝那些有类似情况的男女们，不要想着试图去隐瞒，尤其想着隐瞒到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之后再告诉，甚至是到结婚到了有孩子，拿感情当筹码，这种做法呀，既蠢既笨，一点都不高明，最终啊会害人害己。一位女士呢，今年42岁，离异8年多啊，带个10岁的儿子，和我说呢想找对象，她外形条件啊确实是不错，这会打扮呀也比较显年轻，那自己是卖化妆品的，这疫情期间啊，这个买卖不太好干。日子呢是过得紧紧巴巴的，这养儿子啊，每年的花销呀至少也在3万多。他现在呢是赚不出来，就想找一个这个男人结婚啊，和他一起来分担压力。那我就问他想找什么样的，他跟我说呀，自己想找一个大2岁啊，或者是小5岁的男士，工作要稳定，月薪不能低于1万，市里要有住房，最好是学区房。男士呢最好是未婚或者是离婚不带孩子。这最重要的一点啊，女士表示年龄大了，不会再生孩子。听到这儿呢，我就反问这个女士啊，你不生孩子又不允许男人带孩子，这男人和你结婚图什么呢？帮你养孩子吗？女士就说呀，我年龄大了呢，不能生孩子，我照顾自己的孩子我都忙不过来，如果男方再带孩子的话，那我岂不是要累死？结婚是让我幸福的，也不是让我来受罪的吧？那与其受罪，我为什么要结婚呢？这男人图什么呀？图我是女人呢？多少男人找不着对象，我带儿子说明我负责任，我儿子不是也得喊他一声爹吗？听完这些话呀，我是直接被这样的三观刷懵了。我就问他，那你结婚要彩礼吗？他说彩礼啊是结婚必须要给的，而且3斤也不能少。听完呢，我就忍了忍啊，耐心的跟他说，如果你这样的择偶要求的话，那就只能找退休的男人，这孩子呢都可以独立生活了，也没有负担了，可以和你一起啊照顾家庭。我还没等说完呢，这女士就直接怼过来，说我故意讽刺她。
她自己做化妆品生意的，会打扮，虽然40多，但是跟30出头的呀差不多。让她嫁给这个半身进了土的老头，怎么可能？而且这男人年龄大了呀，身体都会出毛病，自己还要照顾着儿子，再照顾着他，那这日子还能过吗？听完我就觉得呀，忍一时风平浪静啊，那都是屁话。再忍下去啊，我都能得乳腺增生。我就直接开怼啊，你是这儿不想要那儿不想要，光想着自己一毛不拔，占尽别人便宜，又想要爱情又想要物质，光想索取不想付出，你这不是找老公，你是找取款机吧？总说自己显年轻，你再年轻能比得过30出头的女人吗？人家能生你呢，发动机都漏油了吧？看你找对象那得寸进尺的要求和要彩礼理直气壮的嘴脸，我都忍不住一盆冷水泼醒你。在这个世界上呀，最不能做的就是占别人便宜。你今天占的便宜，未来的某一天呢，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加倍的还给你。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别人当傻子的同时呀，还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别人不知道。奉劝脚踏实地，先把孩子抚养好，婚姻懂得付出啊，再去索取。反正啊，我这话没说完，这女士呢就拎包就走啊，末了还说了我一句不靠谱。哎，上过电视登过报，全国人民都知道红娘轩宇最可靠，大眼睛双眼皮，一看就是讲究人。一位母胎单身多年的男士呀，这2天遇到了一个比高考还难的考试。周末呢，跟相亲女士出去玩了1天1夜，回来这个女士就说了不合适。她是痛定思痛呀，就是想不明白这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啊，男士今年是28岁，母胎 solo 多年，性格是比较腼腆的，是一名程序员。那上个月呢，家里给介绍了一位同岁的姑娘，做设计的。这个2个人呢，在这个月已经见了3次面，都只是简单的吃饭，偶尔呢去看看电影，彼此呀是都有好感，但呢也只是就是朋友的关系，突破不了。周4的时候呀，突然这个姑娘呀就跟这个男士说呀，周末想去威海玩，希望男士陪着，计划呀周5晚上走，周6晚上回来，说晚上走啊可以省时间。这男士听完就答应了。就这样呢，男士回家上网是各种搜这个威海好吃好玩的，做旅游攻略。男士把这些事儿也跟自己的好哥们说了，这好哥们就给他说了一句话，哎呀，你得好好表现，这姑娘明显就是考验你的。男士听完呀，这句话他就记心里了，哎呀，怪不得突然单独约我出去，这莫不是故意考验我人品呢？说完呢，他就赶紧把原先给女士订的经济房呀改成了豪华大床房。那为了省钱呀，自己订了一个特价房。你说这男人真的是特别体贴，哎呀，我都有点觉得很温馨呐。这周5就到了嘛，这男士就去接姑娘去威海，路程呢大约是2个多小时。这路上也是有说有笑，蛮开心的。这一路到了晚上，这2人就去路边买了一些这个烤串和菜去了酒店，准备按照计划入住。谁知道女士说呀，自己忘带身份证了，就没法去开房间，不行的话就要一个套房，用男士身份证入住，就是那种一个大屋里面2个卧室那种。男士一听就让女士放心，别着急，我去前台给你问问，我想办法解决。这去了前台一问呢，人前台说呀，没身份证可以登记一下，现在公安都联网，是允许入住的。哎呀，就这样2人按照原计划呀，女士住了豪华房，男士住了经济房。这住下之后2人就在这个女士的房间里面吃饭，毕竟豪华房间大嘛。吃饭的这个功夫这个姑娘就说呀，辛苦一天了，要不喝点酒吧。男士一听就想着这女人一般都不太喜欢男人喝酒，这明显就是故意让我喝酒来考验自己的。他就赶紧跟姑娘说自己不会喝酒。那就这样呢，2人呢就简单吃了些，聊了一会儿，男士就回房间睡觉了。这个生怕这个印象不好，就也没敢多说几句话。这第2天早晨8点左右他就去这个女士的这个门口喊她吃饭。哎，谁知道人家女士说呀，昨晚没睡好，今天补觉就不出去了。男士一听就有点着急了，那自己订了门票了，是不是今天出来玩的？难不成今天来这是睡觉的吗？这不是浪费了吗？最后姑娘就说呀，说不去了，没有心情，说等睡醒了再说吧。谁知姑娘一觉睡到了3点钟，醒了呢，2人呢就简单吃了点饭呢，就赶紧往回赶了。路上的女士就问了男士一句话呀，你谈过几个女朋友？这男士就说呀，学校里不敢谈，毕业太忙也没时间谈，所以一直呢就没有谈过恋爱。然后女士就哦了一下，全程也没再怎么说话。送女士回家之后没多久就收到女士发来的消息，
说呀两人不合适就算了吧。男士就懵了呀，自己小心翼翼的做的每件事情都很绅士也很有礼貌，也没有逾越的地方，为什么不合适呀？哎呀，为什么不合适呀？男士是想了3天3夜啊，然后想不明白就过来问我。哎呀，其实啊，这个不合适的原因啊，是男士弄反了女士的真实意思。究竟是想借旅游考验自己，还是想借旅游去发展亲密关系？女士能提出邀约呀，说明对男士还是认可的，也是接受往下发展的意思。这两人可以在恪守礼节的情况之下，把关系啊进行质的提升。结果男士却弄反了，大家怎么看？